大家好，今天介绍一下亚特力开发的 AT32 Workbench。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 Tool 的一个界面。好，我介绍一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特点和功能。AT32 Workbench 是通过对 MCU 的图形化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和对应的 IDE 项目，以减少开发人员的工作量、时间和成本。它有以下特点。支持外设的初始化配置，支持 Pin-Max 配置，并可自定义 Pin 角标签。支持系统时钟自动化配置。还有就是在线代码预览，所见即所得。支持 Add User Code 功能。客户已有的代码不会被新生成的工程覆盖。支持这个 QIR、AT32 IDE、Eclipse 等常见的 IDE 工程自动生成。支持最近编辑的一个设计记录。支持配置 PDF 报告的一个生成、中英文切换。支持 Windows、Linux 等多平台。支持就是AT32 Workbench 它本身这个软件哈，就是支持自身的一个在线升级以及 MCU 固件的在线下载。首先介绍一下获取方式，这是我们亚特力官网，就是 atritech.com。首先进入这个产品信息，选择相关型号，进来，找到那个 Tool 的栏位，这是 Tool 栏位，我们会看到 AT32 Workbench Linux 和 AT32 Workbench 这个 Windows， 我们选择这个 Windows 这个下载。好，这边我找到一个我们已经下载好的。下载之后是个压缩包，解压之后有两个文件夹。Document 是指这个一些 UM 使用指南，中文、英文的 ，EN 是英文。这边是个执行档。我先把这个关掉。好，我们这边就看到一个执行档，双击，我们就看到一个界面，这个界面你可以选型。目前的话，支持的型号，还不是很多，陆陆续续在持续的增加中。现在可以选择423型号，具体的选一个型号。这边的话，相关的信息就出来了，比如封装，flash 大小 S1 size。这边的话是这个型号它的一些特征。好，这边有一个打开一个已有的设计，是指我们 Workbench 的设计，就是说，比如我们之前保存了一个，现在直接可以打存，可以直接打开。然后之前有一些设计的一些记录保存之后，我们这边它会检索到最新的一些设计或者最近使用的，它都会查得到。好，我们新建。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了。好，最上面是菜单栏，文件这边的话，你就新建一个设计，打开一个设计，打开之前保存的，然后保存，另存为生成报告最近的一个设计。生成报告待会儿再详细介绍一下。语言中英文，生成代码，这边可以介绍一下。好，生成代码工程这边要分为你是生成文件还是生成那个工程。如果你这个不勾选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只生成你相关的一些文件。你勾选了之后，就相当于带了固件。好，从上往下介绍，有个项目名称、存放位置，然后选择对应的 IDE， 你可以是 QIR 还是 Eclipse GCC 或者 AT32 IDE。这边一个重新生成代码时保留用户代码。当你勾选了之后的话，相当于是有个位置，就是我这边介绍一下，我这边还没配置完，待会儿再介绍一下。
这些地方就是专门用于存放用户自己的一些代码的，就是 other user code。当你存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刚才的地方你打了勾，相当于我下次生成的工程之后，这个地方它就不会去覆盖。这个有利于就是客户做持续的一些开发，这个用得上。刚才没介绍完这个功能就是刚才描述的那样，这边就是配置对象的大小。这边的话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要生成工程的话，我肯定要带驱动，外设的驱动，所以这边就是这个目的。然后这边的话，固件就是我们的 AT32 MCU 它相关外设的一些固件的话，它有2种形式添加，你可以是直接下载压缩包，或者把压缩包解压之后的一个文件夹都可以的。这边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固件。刚才所知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固件就是指，我看就这个地方文件压缩包固件的，是指我们官网这里 BSP， 这边直接下载就是 ZIP， 如果你再解压，就是刚才这个解压的地方。当然配合 BSP 的一个使用，可能用户一定要注意，就是对应的 Pack 也要安装。你使用的是 Q， 你要把这个 Q 的也要装好，使用的 IR 也把 IR 的装好。这个 Sager 主要是用接 Flash 的时候主要去使用的。这边是生成。好，这边界面菜单主要是这些，这是一些帮助的，比如文档啊、亚特力官网那些。这个是复位，就是将我所有配置好的进行一个复位，这是访问官网。好，在下面的一些位置我们会看到一些内容，这边是拼角、布局和配置。这边是时钟配置，其实时钟配置和我们之前亚特力开发的一个叫做 AT32 时钟配置工具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就是那边继承过来的，因为很多客户就是反响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继承过来了。其实这边就是那个时钟配置工具。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有唯一的区别就是这里，这边它是灰色的，你是选不了的，但是它会跟你说在哪里选啊，这边。你放在上面，它就会有一个提示，就是说你要在 CRM 里面去开启，它就这个提示。好，我们试一试。我们去开启。好的，回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不是灰色了，你就可以去配置了。这个时钟配置功能，时钟配置工具的详细介绍我这里也不介绍，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教程也详细介绍了。这里就是要注意这一点，就是配置的时候它可能要对应的角要打开才行。代码预览就是之前配置的内容，它会生成到对应的 C 文件，你可以在这边就是很快速的可以看到，主要是焖点 C config 点 C。点 H，int 就是中断，点 C 点 H，config 点 H，config 其实一般放的内容就是精准一些等待时间或者比如 HEST 的精准8兆，LEST 的精准，就是这些参数。好，这边主要介绍一下焖函数，主要是引用我们 config 点 C 里面配置好的一些初始化函数。这边就是配置的外设，这是时钟的，然后我折叠，它就相关的一些外设，它就会放在这边。这边这个折叠功能其实挺好用的，有时候你要展开要折叠，方便于查找。好，这边是代码预览这边我再详细介绍一下拼布局与配置。我们点到任何一个外设，这边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参数要配置，比如这是 ADC， 你要配通道，你打开通道之后，这就是详细的一些参数。当然这个也可以折叠，因为选项比较多。我先选2个，这边它对应的角，我们可以看到，对应的角位它都会出来。
而且这个选项已经是出来的。好，这边看一下 GPL， 这边有要介绍的。GPL 里边的话，你可以去配置标签，比如我这边这个是 Water In， 好，我这边配置了个标签，好，我们对应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你看啊，这个 Water In， 相当于是给了这个拼角一个标签，方便于我们应用开发的时候，去定义、自定义。但是配置好了之后的话，我们看一下代码。其实代码里面它已经将刚才配置这个标签的角，它进行了一个红，比如我写的 motor in， 这边就有了。后面这边的一些函数的调用，它就会以这个红，都会调用这个红。另外，这个 I/O 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排序，这边你也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排序。然后比如这个角，我们注意这边还有个点右键，当然你单击它，你看它会这个角位就会就是闪烁起来。你这边对应这个信号，你点右键进行查询的话，它会将所有的音角的给你，所有的音角都会出来，所有的就是这个信号的角，这样也方便于查找。说到查找这边，可能这边也有个查找，其实是一样的。类似的，其实这边你输入，比如刚才说的 ADC， 输进去，它自动会给你一些检索，当然你不用检索，你直接全回车，它也会查到相关的引角，直接回车就可以。这个好理解的是放大缩小，对吧？这个就是按照那个 Ctrl 键，按照 Ctrl 键，然后按照鼠标的滚轮，它就会放大缩小，跟其他的一些软件是类似的。好，刚才说到 GPL 这边要注意的，这边再说几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外设吧，其实是，比如看这边的话，开启之后你会看到一个画面，也是一个时序图，这个时序图其实是我们另外开发的一个叫做看波特率的时序配置工具。这边其实客户那边反响也挺好，就是说，我们也集成到这个 tool 里面的。这边相关的配置就在下面配，然后上面有一个结果。但这个也可以使用折叠功能。这是看，另外 iPhone C 也是，iPhone C 这边开启之后也会发现也有个时序图，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工具叫 iPhone C，时序配置工具，我们也集成过来了。也是方便一些使用，但这边的一些时间呐那些都是可以上面去配的。这边那个范围的话，它是随着时钟的变动会变动的，就是它肯定就是说，如果主频有变化或者给它边clock那边有变化，它可能也会调动。然后是 timer 定时器这边也。跟我们之前的版本哈，就是我们 Workbench 之前的版本也有一些更新，就是加了一个timer 这边的一个计算周期的一个时序，也是方便客户使用。因为客户这边普遍的反馈就是说，配置这个周期的话怎么计算？我们把公式也放过来了，然后相关的一个图也放进来了，比如说技术方向向上或者向下、中心。对峙模式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个图，这样便于就是理解以及配置周期的时候使用。这边有一个叫做中断，可能要详细介绍一下。这边也可以折叠。NVIC， 我们看到 NVIC 这边的话，首先第一个你要配分组，一般配抢占2位，然后自由先进2位。好，它有的是灰色的，灰色就是不可配。因为你开的外设的绿色的就是开启的外设，这些的中断才可能开启。比如我们选择任何一个勾选，然后可以去配，因为是22嘛，你这边的都可以去配置。配了一组之后，这边的话，相应的中断就可能有了，但是我们这边代码里面的话，它只是以注释的形式来展现，因为中断函数比较特殊，
诶，我看看，刚才看到了一个，刚才开启的是，看一下啊，哦，看中断，刚才开启的是看中断，我这边可以放大缩小，可以放大一点吧，放大一点好看一点。好，刚才开了个看中断，往下来了。好，这边的话，相当于是客户你自己要去 enable 这个调用这个函数进行开启。对，因为这边只是把它注释过来，因为这个和实际的应用强相关。因为我们把它开启之后的话，中断里面会不断的去进有没有处理，然后中断函数也放在这里了，就是说对应的就是在这个中断函数里面去写应用代码。这个中断函数具体应该是在 int.c 里面，这里，就是说添加客户的这个自己的应用代码，就放在这里。这是关于中断。另外的要介绍的就是这个一个生成报告。我们这边其实已经配置完了，就是相关的我们看拼布局、时钟配置、代码预览，比如就全部配好了之后，代码预览其实只是说，方便就是我们就是很快的知道我们配置的一个结果，但实际上你要生成工程的话，还是要用生成代码这种方式。好，这边就要生成报告。就是刚才的配置的话，生成的信息它就会在这个报告里面可以看到 PDF。好，我们预览报告。这报告里面第一项就是先概览，就是整体的一些配置的一些信息，一些项目名称啊 ，MCU 的一些信息，内核信息，然后引脚分配配置，分配的一些配置，然后这边这个引脚配置的一些具体的每个脚位，这个其实对于硬件工程师其实挺有帮助。他有时候要去整理相关的引脚，然后画电路图，有的这些其实他会要方便很多。然后是时钟数，是项目名称、工程名称，然后这是具体的配置了，这是每一个外设的配置都有了。中断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开起来哪些中断，它对应的都会有记录。其他的一些外设可能我们会用专题来具体的在后面再详细的讲。今天讲的大概是这些，好，谢谢大家。